幸亏没事，这是殉情吗？要是死了咋办？是啊，幸好是没事。年纪轻轻的，有点同情心好不好？我们都这么惨了，就别说了呗。你们走好吧，散了吧，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啊。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快走吧。那个，你们两个好好聊聊啊。我先走了。还想跳的话，就提前给我打电话。全部。喂，别走吧。如果要走的话，咱就不会跳下去。既然刚才跳下去，就不要走。既然都跳下去了，你就当我死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是在参加一个舞会？我们之前一直都在交换舞伴，我们以为我们用我们的节奏一直跳下去，一直跳下去，最后就能等到对方的那支舞。但是我们都错了。每次我们要牵手的时候，音乐就停了。谢谢你刚才为了我跳下去，不管是你想要证明你爱我，或者你想要让我相信，都做到了。但是我从来都不认输。我认命。我们走到这里很不容易，所以就到此为止吧。什么都不要说。他的，他给他的，他爱他的，让人不传闻。你爱他的，他给他的，错爱谁的，让人他爱谁谁爱。论分他没有理由，现在又是谁来占有 ，baby？ 勇敢爱过程就是拥有。我自己来吧。我帮你吹吧。你让我自己静静好吗？那我在那儿，你要有事你叫我啊。
香肠给您放这儿。怎么样，你没事吧？挺好的，凉快。刚才费太通知，下午1点召开第2次的董事会。正好，下午我也要召开第2次董事会。你疯了？哎，你知不知道这次董事会费太的目标就是你跟奥里斯啊？陆远阳，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啊，现在只有创业部的人是明确的站到我们这一边的，人事跟行政都在观望。我们现在应该是努力争取时间，让行政跟人事的人站到我们这边才行。不用了，到现在都还在摇摆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知道啊！现在争取啊，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放手一搏，去准备吧。各位董事，今天又麻烦大家坐到会议室来，就是想把上午的会议继续下去。下午的主要议题呢是关于乔总监。费太，请容我提醒你一下，乔安已经被开除了。小夏，你是不是太单纯了？你以为乔安被开除了，这件事就没有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吗？不能够。哎，我们是不是该追究一下，像乔安这样居心叵测的人是怎么进入奥里斯的？而且进来之后居然平步青云，一直做到了高管的位置啊，当上了董秘。这些难道我们的陆总就不想跟各位董事解释一下吗？费太，我觉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要不您指点我一下，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陆总认为我什么都知道，当然他比较了解我。我这个人呢，是个用事实说话的人。那我就请大家看图识字了。来，大家传阅一下哈。陆远洋明知道乔安是林天海的女儿，却把她招进了奥里斯，还跟她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您不想说说吗？承认，我全部都承认。就算您不拿出这些照片，我也都承认。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都听说过我跟乔安的八卦呀、绯闻。我在这澄清一下，全部都是真的。我喜欢乔安，我爱乔安，而且我还在我办公室跟他求过婚了。你这是以权谋私，大家也都听见了。他就是利用这种跟乔安的特殊关系，把公司里最大的 case 放给乔安去做，把大的项目都让乔安去谈，让他一步步的接近了老费。当然了，
各位董事还是比较了解我的，我不愿意随便的猜疑别人，我也没有说老费的死就跟这2个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家请注意，他跟乔安勾结起来，欺负我们费安娜，拿走公司的股份，这总是不争的事实吧？我问你，陆远阳，你有什么资格占奥里斯1/3的股份？今天，我就代表各位董事，在这儿弹劾你。哎，先别谈，先别谈。看完了再谈。照片里面男女主角大家应该都认识。男的呢是之前在我这工作的 Steven。费太，如果您觉得我不配去掌控奥里斯1/3的股份的话，你也不配。大家应该都清楚 ，Steven 离开奥里斯以后呢，他主要在灵美的工作就是收购奥里斯。费太，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跟 Steven 在照片里面那么开心的聊天是聊什么呀？我猜猜啊，就今天，如果你成功把我赶走的话，接下来应该就是把奥里斯卖了。各位董事，本来在今天的会议安排里没有这个日程，这是下一步的计划。既然咱们陆总把它提出来了，我也不妨就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一下。没错，我是跟灵美有过接触，想卖掉奥里斯，并且我们谈到的收购价是12个亿，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我的条件是，即使并购了奥里斯，在人事上灵美不能做任何的调整，也就是说，大家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都不变，只是换一个名字，大家就可以分到一大笔钱。当然了，具体每个人都能分到多少，那还需要进一步的磋商。费太，您是不是太天真了？所谓不做人员调整，这句话的保质期不会超过3个月吧？这3个月之内，奥里斯上上下下全体的员工会面临一次大换血。血换完了，您拿钱走人，这个人员调整当然跟您没有任何关系了。换血也无妨。像我年纪都这么大了，也到了该退休、颐享天年的时候了。如果把公司卖了，提前得到一笔退休金，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其实灵美合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家想一下，如果灵美聪明的话，她自然知道网络人才，所以断然不会把我们大家全都开了。当然了，如果她执意要换血，那卖掉奥利斯的钱也足够我们大家开创自己的事业，发展自己的前途。林总监，我想请问你一下，就如果现在给你一笔资金的话，你打算做些什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各位，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同意跟李美并购的，就现在说。自从费总去世以后呢，我们公司的市值呢一直在缩水。虽然家界案和维 Z 案后呢有所回升，可是和金染案后的黄金时代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能够并入灵美这种国际大公司，对奥利斯来说，可能是好事吧？好事儿，
什么是好事？就是让你们这些蛀虫找到下一块大肥肉，继续混吃等死啊！我之前真的觉得在奥里斯工作是特别荣誉的，但现在我觉得跟你们一起奋斗特别恶心，特别浪费时间。飞太，你不是要卖奥里斯吗？你卖吧，这样我就不用跟这些人一起工作了，我觉得挺好。陆远阳，你给我嘴巴放尊重点。当年，如果不是我把你召进奥里斯，你连在林天海他家门口跪着的机会都没有。不是那么冲动干什么呀？是，张总监，您说的对，我特别开心，你还记得你为奥里斯尽心尽力的日子。奥里斯所有最优秀的人才，都是你挖来的，包括我 ，Steven。没有你，奥里斯不会有今天。还有李总监，要不是你没日没夜的跑线上平台，我们奥里斯不会有中国广告界最强的媒体平台。就是因为各位为奥里斯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心血，才把奥里斯从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小孩，弄到像今天是中国广告界的一个巨人。所以，请你们告诉我，12个亿又怎么样？12个亿能买回你们为奥里斯付出的心血跟青春吗？其实，我对你们大家真是挺失。还有飞太，如果 Fiona 没有把1/3的股份让给你的话，你应该连奥里斯的地址都不知道在哪儿吧？你想要接手奥里斯，然后把它卖掉，不就为了报仇吗？就是因为当年费总把你抛弃了。可是你报仇就报仇，为什么要把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奥里斯当做你自己报私仇的筹码呢？我代表董事会对您提出弹劾。我们尊重你是费总的前妻，Fiona的妈妈，你能保有你的股权，但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再踏进奥里斯大门一步。同意的，请举手。我同意。陆远阳，你有什么资格弹劾我？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明确的再告诉你一遍，奥里斯他姓费，你只不过是费家的一条狗。不是，各位，我不是这个意思，误会的。飞太，请。瞧意思。
那我们就继续开董事会吧。陆总，陆总。走。我不会追你，但你知道，你还没给我戴上戒指呢。一定会替你戴上一个更大更大的钻戒。我只要你给他。Marry me。拿捏好尺度重要，还是第二天醒来你对我傻笑重要？自尊重要，还是和你在超市里挑一只鱼重要？输赢重要，还是雨再大我也没有退缩过和你一起淋的重要？其实真爱面前什么都不重要，不过是一场愿赌服输。我赌了，我认了。见到我你就这么失望吗？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听说你们奥里斯的事儿了。奥里斯已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陆远洋呢？有一天，兔子邀请乌龟到家里来玩，乌龟特别高兴。他花了1年的时间到了兔子家门口，突然发现自己家的煤气忘关了。他要转回头去关煤气，关好煤气之后，又花了1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又到了兔子的家。他敲开兔子的门，兔子看着他说：“我不想玩。”你这算趁人之危吗？我打听到你爸在国外的住处，我带你去吧。董事长让您过去一趟。您先别着急，说不定没那么糟呢。李总，你知道林美
挖我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并购奥利斯。我本来是做设计出身的，最后变成了这个商战中的一颗棋子。现在棋子没用了，当然没必要留在棋盘上挡别的棋子的路。经理，您别这么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北京到上海，过来，这个就当我临走前给你的礼物。你的强项不在设计，现在我不能带你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件好事。我已经把你调到市场部去了。林美是间大公司，好好干，你还年轻，有前途的。恭喜你，又赢下一招。你也没输啊，而且你害我损失了一个大将。你是损失了一名大将，还是一个爱人 ？Steven， 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设计师，为什么让自己卷入商战呢？因为我一直想要更多，你也一样，所以才会失去它，不是吗？今后有什么打算？你都说我是个有才华的设计师，还担心我没有出路，还有，我比你年轻，机会多的是。哎，我还想在比稿的时候跟奥里斯短兵相见。Then I'll see you soon. Take care. 乔安，乔安，乔安，乔安。哎，哎，你上来了啊，他不在。上海被我玩坏了，换个地方，回见乔安。哎，我跟你说啊，这小区真没法住了，停车位比抢墓地还难。你干嘛呀？乔安走了。又走了？嗯。你看，赶紧走。怎么一直都关机？刚不会飞了吧？啊？这几点飞机啊？我哪知道？留张纸条什么都没说。啊，我哪能知道？应该没飞吧？怎么堵车了呢？都怪你！这堵车怎么能怪我啊？这个点儿坐地铁早就到了，你看那地铁嗖嗖的。那你怎么不说你坐火箭呢？火箭更快，嗖就到了。你怎么不坐呢？那谁让你上高架的？你不是号称 GPS 真人版吗？你测不到这条路上它堵车呀。我不是也想快吗？啊，对了，你给那陆远阳打电话，让他去追啊。对啊。
喂，陆总，你赶紧去飞机场，乔安要走了。乔安，他去哪里？美工，谢谢。谢谢。走吧。乔安！我先进去了。乔安，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再见。陆总早。好，15分钟以后通知高层开会。好的。那我是先买咖啡还是先通知开会呢？你说呢？当然是先买咖啡了。啊，我都渴了，快去吧。嗯。有这位相比吗？人家是90后的小姑娘，是不是？不要那么凶嘛，温柔点。那你去通知开会。我可是获了设计大奖的人，你让我通知开会合适吗 ？Steve 10年前就得过这个奖，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提。
你不要老提我们的竞争对手，好不好？记住了，我才是你的人，你得捧我。捧。乔安走后，陆远阳一直保留着乔安的办公室。他还没坐进去的办公室，每个月照样往他的工资卡上打钱，却没能给他打一个电话。就这样维系着微妙的联系。他觉得，某一天这个自家的花园，看傲慢与偏见的做作女孩还会忽然出现，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这座城市的心脏，笑着说：“这不过是一个被我玩坏的地方。”我和齐飞继续着平凡的生活，我业余时间还在写专栏，只是不再写失恋故事，我写关于女王的故事，给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在白天笑夜里哭的女孩，告诉他们，生猛如乔安的人一定会笑到最后，而懦弱如我也会有出路。齐飞如愿开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不，是我们的设计公司，生意还不错，渐渐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哎呦，好不好玩？好玩。臭小子，不愧是我的儿子。小好好，想我了吗？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多大？我妈这周末要来工厂。不是你妈怎么又要来了？哎呦，你妈每次来我都装的可辛苦了。啊，哎，不是，你这干什么呢？啊，以前剥虾园，现在又是擦鞋工，你到底要干嘛？啊？不是，人家乔安又没死，你能不像对待遗物一样对待这些鞋吗？这是我好朋友的鞋，我愿意擦，你管得着吗你？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鞋呢，就算你把它擦破了，你这双大脚你也穿不上，你又何苦呢？不是，我是你的女朋友，你为什么老是贬低我来抬高别人？那我告诉你啊，你是我女朋友，但她是我女神啊，而且我的女朋友现在还在帮我的女神擦鞋，你说这我怎么办？我生气嫉妒，我炸地球！你要炸地球？你炸地球之前，我要粉碎你！你要干什么？我要粉碎你！哎呀，我要粉碎！像你这样的女孩，我见多了，见怪不怪。好，我早晚让你看看，我和你心里面的这样的女孩不一样。嗨，地球先生。
我今天来是告别的，我会坐今天晚上最后一班飞机回美国。但是临走之前，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你记得吗？你送给我过一副扑克牌，你说我需要练习，玩得很烂，现在很厉害，你赢不了我的，想试试看吗？老规矩，如果你抽得中，我就不走。第9先生不会让你走。谁比谁更漂亮？谁比谁更有女王气场？胆小鬼才装，再昂贵的衣裳，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没有他一样善良。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在黑夜里当也寻找光芒。就算失望，闹也不会绝望。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冲。开始。Say come on， 我踩着高跟鞋墓碑了，开嗓 sing along， 别啰嗦什么梦想，想赢就别怕受伤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嘴角微微上扬，任性的嚣张 ，keep calm and carry on， 打败你易如反掌，不负欢迎来讲。谁比谁更漂亮？谁比谁更有女王气场？胆小鬼才装，再昂贵的衣裳，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没有他一样善良。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在黑夜里当也寻找光芒。就算失望，闹也不会绝望。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冲。开始。Say come on， 我踩着高跟鞋墓碑了，开嗓 sing along， 别啰嗦什么梦想，想赢就别怕受伤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嘴角微微上扬，任性的嚣张 ，keep calm and carry on， 打败你易如反掌，有种来 prove me。